这两家店卖的是同一样东西，海南鸡饭。左边这家4点4分2341条评论，晚上7点对到街口。右边这家4点8分才127条评论，同一个时间一个客人都没有。分数更高的那家是空的。你可能会说，分数是假的，味道才是真的。那我们换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同样的汉堡，同样的薯条，同一本操作手册，同一个供应商，同一套培训流程，麦当劳。2024年全美国12000麦当劳里，营收最高的那一家，一年做了将近2000万美元，营收最低的那一家91万，21倍，而味道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为什么他们的味道更好，问题是在顾客尝到味道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这一集我们把味道这个变量从等式里删掉5刀。第一刀切在味道上，不是切它好不好，是切它是不是变量。科学里有个最基本的动作叫控制变量，你想知道 A 是不是原因，就把 A 固定住，看结果不会变。加盟连锁就是现实里最干净的一场控制变量的实验，配套一样，供应链一样， SOP 一样，培训也一样，招牌都一样，定价更一样，味道被焊死了，变成常量。然后我们去看结果，麦当劳2024年财年最高门店将近2000万，最低91万，平均400万，中位数380万，最高是最低的21.5倍。这不是我算的，这是麦当劳自己写在联邦法案强制披露的文字里的数字。美国有个规定叫 FDD， 加盟商招募时必须透露的财务表现，一旦披露就必须列出最高和最低门店的营收，他没得选，必须写。而且这不是某一年的偶然，2018年财年最高1200多万，最低55万，22.4倍，年年如此。有人会说麦当劳太大了，不能代表小店。那我们看学术研究，2023年 PLOS ONE 上有一篇论文，研究一家韩国餐饮连锁的48家门店，63000多条日销售数据，用混合效应的模型做出差分解，结果就是门店层级的因素，也就是这家店在哪，解释了营收差异的大约70%，剩下30%才是日常经营的波动。同一个品牌，同样的菜，日销售额从不到100万韩元到大约400万韩元，4倍。所以第一刀的结论很简单，也很难听，味道是入场券，不是胜负手，它决定你有没有资格上座，不决定你赢不赢。你以为你在隔壁比味道，其实那场比赛早在你们各自签约租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记住这个问法，接下来每一刀我只问同一件事，最大的胜负到底是什么时候定的？第二刀切在位置上，大部分人理解的位置是人多的地方生意好。这句话对，但它太浅了，浅到没有用。真正的结构是这样的，位置不是成本，位置是在你开业前预先买下来的客流量，租金是价格，客流是商品。你签的不是一份租约，你签的是一份客流量的期货合同。这件事是可以量化的，有一项跨国研究用了将近100万次行人预测，2万次实际转化，结论是任何一家店在任何一段时间的销量都是由门口经过行人密度广泛地预测出来，跨国家跨业态都成立，不是有关系，是可以预测。再看苗店的效应，对大伦敦600多商业街做的因果分析显示，
一条街上有没有大品牌做份，会让周边非毛店的客流量相差1.4%到2.6%。IKEA 进驻瑞典的几个城镇之后，1公里内互补的零售商大约提升了7%。你没做任何事情，你隔壁开了一家大店，你的生意就变好了。反过来也一样，新加坡有个例子很白。The Airy 同一个品牌，同一个配方，上亿机场新药店一天卖了1000多杯，而普通店家租店远远达不到这个量级。不是那杯奶茶好喝，是那个位置每天走过去的人更多。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细节值得单独说。零售研究里有个发现，在距离店大约15米的范围内，购物者可能会因为过度专注地走向那个大品牌，而完全无视沿途的店铺。所以靠近大牌不等于自动收益，太远收不到，太近被无视。位置这件事确实到米。现在回到那句话，所有人都说过的话，这个铺位便宜，便宜的摊位便宜是有原因的。人流方向不对，可见度低，马路走错一边，没有锚店带流。你以为你在省租金，你其实是在少买客人。第3道，切回开头那2张图，4.8分的店是空的，4.4分的店在排队，这不是巧合，这是规律。哈佛学院的麦克卢卡做过一份很漂亮的研究，他把Yelp的评分数据和华盛顿州的税务局的真实营收连接在一起，利用Yelp会把这个评分四舍五入到这个半径的机制做了一个断点回归，也就是说他找到了因果，不只是相关。结论有3条，第1条大家都知道，评分每上升1星，独立餐厅营收上升5%到9%。第2条几乎没人提，这个效应对连锁店的统计上下显著接近于0。第3条是关键，消费者对评分的反应在评论数量最多的时候反应最大。把这3条串起来，你会看到一个反转，评分本身不产生力量，评分是在你不知道这家店是谁的时候才来被用的。连锁店不需要评分，因为品牌已经替他做了社会证明。而一家只有120条评论的店，它的4.8分说服力弱到几乎不存在。更狠的还在后面。西北大学 Spiegel 研究中心和 Power Review 合作的研究发现，购买意愿并不是随着星级单调上升的，它在 4.2 到 4.5 星左右见顶，然后开始下降，越接近满分5分，购买意愿越低。Power Review 的数据显示 46% 的消费者对满分和5星保持怀疑态度， Z 世代这个比例是 53%。 研究者的解释很直接，当消费者看到清一色的5星，他们会开始怀疑这好的不真实，怀疑有人操纵。所以那家 4.8 分的店，它的高分不是失产，某种程度上是负债的。4.8 分是一个意见，2341条评论是一个事实。顾客不是在读分数，顾客是在数人头，而人头会自我复制。1992年2篇经济学论文几乎同时提到同一个模型。信息是瀑布，典型的例子就是2家。人们顺序到达，每个人都会看到前面的人做了什么选择。第一个人凭自己的判断走进 A， 第二个人看到 A 有人， B 没人，即使他手上的理由指南说 B 更好，他也会可能放弃自己的信息，跟着走进 A。 第3个人看到2个人在 A， 判断更坚定。到第10个人的时候，没有人再说自己的判断了。模型里最冷酷的事实一句结论是，这个过程不会自我纠正。排队所在哪个家，可能只是取决第一个人当天的心情如何。排队不是结果，排队是广告。一个免费的24小时运转的，会自己复制的自己的广告，而空店也在打广告，打的是反向的。空店传递的信号是风险，空的越空，满的越满。这就是为什么第3道真正名字不是评分，是社会证明。你要的从来不是高分，你要的是可见的、可数的。
别人的选择。第4岛切在一个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的地方，街道搬家了。30年前原址是在地图上选的，今天一个人晚上7点决定去哪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掏手机。那么真正的街道是搜索结果页，真正的黄金铺位是排名前3。Google 的本地搜索结果里前3就是这个所谓的 Local Pack。第1名点击率大约1%8，第2名1%5，第3名1%5，3家合起来吃掉将近一半的点击。而从第3名到第4名是一道悬崖，因为第4名开始，用户必须点更多地方还看得到。第4名不是差一点，第4名是在另一个街上。外卖平台更极端，中国商家的实测数据显示，商家列表页的曝光占一家总曝光的80%以上，剩下不到20%来自搜索和他人入口。排名靠前，你在算法的街角；排名靠后，你在算法的死胡同里。而这条死胡同里没有窗户，路过的人连你的存在都不知道。最大最需要被听懂的一句话是：你的店可能没有开在死胡同里，你的店开在第14名。物理上你在主街，算法你在郊区。而更麻烦的是，这套系统里是有记忆的，会加速的。销量高的店排名高，排名高的店销量更高。他把第3刀的自我强化循环写进了代码里，然后用服务器执行。现实世界的队伍要一个人一个人排，算法里的队伍1秒钟排完。第5刀切在时间上，先破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餐饮业第1年倒闭90%，或者60%，这个数字毫无实据。它源头是2005年康奈尔款待业期干了一篇论文，作者 Plaza 研究了哥伦布市2400多家餐厅，分析的数字是第1年失败率大约6%，3年累计大约6%，从来没有90%。Plaza 本人公开说这件事，他的原话是90%，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个神话，对个餐饮业来说有害的神话。在做完大量文献回顾之后，他找不到任何地方存在这个失败率的证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官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食宿业新开的企业第1年存活率大约8%5%，第2年8%，第3年7%2%。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说这个数字？因为这个神话在替真正的凶手打掩护。餐厅九死一生听起来像是说非常运气成分很大，谁可能死？他把结构性的失败包装成了随机的厄运。真正的凶手是跑道，回头客一条复利的曲线，它的前段平得吓死人，几乎看不出在上升。行业数据显示，行业营收大约60%来自回头客，快餐这个比例高到70%以上。而另一边，一项覆盖上千家的门店分析发现，77%的首次顾客再也不会回来。那份分析里有一句话值得引用：这些人不回来不是因为食物难吃，而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把他们拉回来。所以一家店的分时其实是2条曲线在赛跑，一条是回头客的复利曲线，前期平坦，后期起跳；另一条是现金的消耗曲线，从签约那天开始均速下坠。绝大多数的店不是被味道杀死的，是死在复利起飞之前，现金先归零。活下来那家未必好事，可能只是它的租金更低，口袋更深，或者它的位置让前半段曲线没那么平，它凹过去了。芝加哥有一条餐厅叫 Eatery，2023年开业，当年就拿到米其林1星。2025年7月，它关掉了原始。老板对芝加哥的报道的原话很平静：我们没能让足够的人走进门来，定位就是没有来。这个故事有个后续，我必须讲清楚，因为它反而让结论更成立。他们通过众筹大约拿到50万美元，3个月后在另一个地址重开了一家米其林的餐厅，菜是同一批人做的，厨师是同一个，星星还在，他需要改的是位置。
我们回到上几部我们说年轻人努力的那部戏，普通人的努力几乎全部发生在劳动城。凌晨4点去市场挑最好的鸡，汤底足够熬了8个小时，不用腌制包，一天站了16个小时。客人少的时候，自己已经擦干净了做事，这些都是真的努力，而且是很重的努力。今天这5道每一道都不在劳动城，味道是常量。位置在签约那个地方已经定了。社会证明靠冷冻期的头3个月，算法排名靠销量，跑道靠资本，胜负在结构层早就定完了。开店是打工人的最后的逃离的幻想，不用看老板的脸色，不用打卡，做自己的事，赚自己的钱。但他服从的是同一条定律，在错误的层用力，努力不换成结果。你的店不是输在味道，是输在开业之前。不过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结构不是命，结构是可以选的，味道要练10年，而位置、可见度、社会证明的起点，是签在租约那天用1个下午决定的。多数人把10年花在一个能练的那一半，把1个下午花在决定一切的那一半。我是凤，下期见。